小幼崽的亲妈为了攀高枝，竟偷了帝国元帅的小种子，谁知却生下了一只巴掌大的猫咪。从此小幼崽就成了亲妈眼里的怪物，每天都被拳打脚踢，最后还被锁在房间里自生自灭。就在小幼崽快要饿死时，房门突然被人踹开，一个身穿制服的高大男人冲了进来，飞快抱起了长着雪白猫耳的幼崽。李李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直到胃部传来的灼烧感将他疼醒过来，他颤巍巍睁开了眼睛，醒了，快去拿营养剂来。下一秒，一只草莓味的营养剂就凑到了嘴边，小幼崽下意识的猛吸了起来。一旁的老管家笑眯眯的看着床上的一小只，心里再次把那个狠心的女人骂了一遍。敢盗窃元帅的基因，简直找死！等待那女人的只会是监狱。这时李李终于填饱了小肚子，就听老管家笑着开口：“小小姐，这里是元帅府，很快你就能见到元帅大人了。”元帅府3个字，李李听那女人说过不止一次，好像是他现在爸爸的家。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开心多少，因为那个女人还说过，她是个没用的小拖油瓶，没有人会喜欢她。等到了午饭时，李李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草莓果冻更好吃的东西，那就是猫猫最喜欢的海鲜大餐。然而面对一桌子的好吃的，李李却是紧张的浑身僵硬。他正在等待着父亲的到来。管家见状赶忙开口安慰：“小小姐，你别害怕，家主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是他不会随便打小孩子的。”李李浑身一抖，更害怕了，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蓝黑色的悬浮车稳稳降落在院子里，紧接着大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带着一身杀伐之气走进来，俊美的五官透着危险的冷锐。李李只看了一眼就飞快地收回了视线，他在想自己要不要喊一声爸爸，可是又怕被嫌弃。这时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就像他的人一样冷冰冰：“几岁了？4岁了。”李李小声回答：“精神力检测做了吗？多少级？”李李闻言心里一紧，两只小手更加不安地搅在一起。F， 他颤抖着说出这个字母，害怕的根本就不敢抬头看父亲的表情。知道了，吃饭吧。依旧是没有任何感情起伏的声音。李李却是惊讶地抬起头，没有责怪自己，也没有说自己是废物。这时管家已经把阮潇的午餐摆了上来，足足是李李面前的菜的10倍。小李李看的嘴巴都张大了，爸爸吃的好多哇！父女2个就这么闷头吃饭，李李毛毛碎碎地躲在碗后面，吃2口就抬起小脑袋偷看对面一眼。孩子以为隐藏得很好，实际上以阮潇的敏锐程度，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只不过他也不知该怎么和这个小幼崽相处，就只好装作不在意。小猫仔就着爸爸的帅脸下饭，不知不觉就吃撑了。他打了个小饱嗝，又飞快捂住自己的嘴巴，小脸皱巴巴的，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阮潇冷冷开口：“管家。”李李吓了一跳，管家爷爷走了过来：“家主有什么吩咐？”“去拿消食药。”阮潇的餐食还没用完，这要给谁？不言而喻。李李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看向爸爸。管家笑眯眯的将药递过来，他就知道自家元帅是关心小小姐的，奈何天生一张臭脸。李李接过药，开心极了：“谢谢爸爸。”软糯的小奶音透着欢快，即使对面的人没有任何回应，他也满足极了。殊不知对面的新手爸爸脑子里想的却是，小幼崽吃的也太少了，还不到3个儿子小时候饭量的一半，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喂胖点。阮潇作为军人，吃饭的速度一向很快，但是动作却透着优雅。不多时，他放下了餐具，冰蓝色的眸子看向小幼崽：“你的兽形是什么？”李李的小脸一下子就白了，眼睛也逐渐变得红彤彤湿漉漉的。阮潇差点就不淡定了，这怎么就哭了？爸爸，李李会很乖，爸爸别不要李李。李李是真的害怕，他的兽形是一只巴掌大小的布偶猫。从前那个女人每次看到都一脸厌恶，说新兽族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弱小的形态，说它是一只残兽。听着软糯的小奶音带上了惨兮兮的哽咽，阮潇抿唇沉默了几秒，便伸手将小家伙捞过来放到自己膝盖上：“不会不要你。”头顶传来爸爸沉稳的冷静的声音，明明没有多余的情绪，但李李却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承诺。李李仰着稚嫩的小脸，如海洋一般清澈湛蓝的眸子里泪光盈盈。我是一只好小好弱的布偶猫，比爸爸的手掌大不了多少。他还用手捏捏地比划着。李李是一只没用的、没人要的残兽。说到残兽，李李难过的低下头，害怕会从爸爸的眼里看到厌恶。一只手落到他毛茸茸的耳朵上揉了揉，不是残兽。李李起抬头，看到爸爸那双冰蓝色的眸子里还一如既往的平静。他偏头在爸爸宽大的手掌心里蹭蹭，那爸爸还要李李吗？阮潇嗯了一声，也没说多余的话。李李顿时嘴角上扬，笑得又软又乖，眼泪却控制不住的往下掉。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李李的心结稍稍解开一些，父女2个也因此亲近了不少。吃完饭，阮潇要去上班了，李李依依不舍地站在院子里，一直到悬浮车开离开好远好远，再也看不见了，这才将视线收回来。管家在一边看得啧啧称奇，家主从来没亲近过谁，哪怕是3位少爷小时候都没抱过，更别说安慰孩子了。不过李李小姐这么软糯糯的，好像也不奇怪，她和整个新兽族的崽崽都不一样，新兽幼崽都皮实且破坏力强大，哪怕是才刚出生不久的，因为出生的幼崽几个月就会变成动物形态，行动力比人类婴儿要强很多，只要能下地行走了，就会各种防不胜防的拆家了。随便上网一搜索，到处都能看到被自家兽崽搞疯的新兽爸妈们。而此时李李正乖巧地坐在她的专属小沙发上，粉色的猫爪爪小沙发上面还放了个软软的小垫子，智能机器人小米给她端来了奶果果汁。李李小嘴叼着吸管猛嘬一口，小腮帮子顿时像是气球一样鼓了起来。然后小米给她打开了投影电视，播放的是星际最受欢迎的动画片，李李很喜欢看，管家一个没忍住，就用个人终端将李李叼着吸管喝果汁看动画片看的画面给拍了下来。照片上小小一只幼崽跟糯米团子似的，不行，这么可爱的照片不能他一个人欣赏。于是管家暗戳戳的将照片一不小心发到了家主的终端上。刚到军团的阮潇正在处理一份文件，看到信息中闪烁的来信显示标志，没多想就点开了，然后一张超高清的雪白幼崽叼着吸管的照片就被放大了。
一同看见的，还有站在他身后的副官。怎么回事？这样的照片怎么会混入元帅大人的终端里？但是真的好可爱，这是哪里来的小可爱？只看一眼都让人心软的不行了。不行，他得再多康康。盯着照片看了2、3秒的阮潇，手指已经移动到右上角的叉叉了，不知怎么就是按不下去。这时管家又发了一条信息：不好意思家主，我发错了，要不我撤回吧。阮潇面无表情的回了信息：不用了。然后手再次不受控制的将照片点了保存，继续工作。身后的副官好奇的快要炸了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看起来软乎乎的小糯米团子是谁？他们星兽族怎么可能有那么软乎乎糯叽叽的仔？然后他扫了一眼不苟言笑的元帅，不敢问点句屁句。从这一刻开始，管家就时不时的会手滑，直到午休时间，元帅，您的午饭到了。副官轻轻推开门，见元帅紧盯屏幕的表情比平日更加认真，他忍不住想，难道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然后就在他放下食物时，余光看见了一个视频。天啊，还是早晨那只糯米团子。画面中的黎黎正抱着小碗，喝着鲜香奶白的鱼汤，蓝色的眼眸闪闪发亮。副官看入神了，差点把餐盘对到阮潇脸上。你在看什么？冷冰冰的语气让一脸姨母笑的副官打了个激灵。抱歉元帅。他连忙将饭菜摆放好，然后1步3回头的出了办公室。他以前怎么不知道元帅竟然还有这样的小爱好，竟然喜欢看糯米团式的干饭仔，他也好想要 Q 一 Q。副官打开自己的终端，疯狂在网上寻找仔仔视频，然后一连刷到了几10个各种拆家，干架干到面目狰狞的仔，他放弃了。那么可爱软糯的仔仔，元帅究竟是在哪里找的？并不知道自家仔被觊觎的阮潇吃完饭，没事人一样继续工作，只是工作速度加快了不少。然后一向习惯加班的元帅大人破天荒提前回家了。元帅府中，黎黎正坐在院子里，拖着小脸仰望天空的方向。小姐还是先进屋吧，元帅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甚至几天不回来都是常事。管家给他端来一杯牛奶。话音刚落，一阵轰鸣声响起，熟悉的悬浮车正缓缓降落下来。黎黎欢呼一声迎了上去，留下老管家不可置信的揉揉眼睛。啊，这合理吗？父女2人吃过饭后，阮潇照例坐在沙发上看军部新闻，雪白的糯米团子乖乖坐在一边，2只小手放在并拢膝盖上，就这么安静了会儿。阮潇开始觉得怪怪的，他回忆了下和儿子们相处的样子，每天除了训练还是训练，父子亲情什么的不存在的。阮潇面无表情的想着，那样的相处方式显然不适合用到女儿身上，这么白白软软小小的一只，让他训练的话会哭的吧。虽然已经是3个儿子的爸爸，但依旧是新手爸爸的阮潇大元帅拿出了自己的个人终端，面色严肃的在新网上发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问题：井号求助新手爸爸怎样待宰井号。很快收到了第1条回复，哈哈哈，太搞笑了，竟然还有人问怎么待宰，那不是不乖的时候拎起来打1顿就行的吗？见状，阮潇的眉头夹得死死的，看一眼旁边的仔仔，简直乖得不像话，所以这条可以不看了。作为养了2个仔的爸爸，我用经验告诉这位网友，千万不要给他们好脸色，仔这种生物真的很会蹬鼻子上脸，绝对不能惯着。这位新手爸爸，你千万要保重，最好提前预约精神科医生。我的精神力没被污染，得先被自家破崽子给搞崩溃了。仔吗？那很好养啊，随便找个大点的院子，再丢一些耐咬的玩具丢进去，把防盗门反锁了，让他在里面玩上1天，只要记得定点投喂就好了。卧槽，上面牛逼！你这特么是野生仔吧？这边建议新手爸爸先买保险的亲，我们这里有人身保险、拆家保险以及仔咬人险，请务必考虑哦。阮潇头都大了，就很离谱，他一个求助帖子，生生变成了仔批斗大会。阮潇看了差不多100来条留言，1条有用的消息没有。最后他登录了专业咨询网站，找了个好评度比较高的育儿师咨询，新手爸爸该怎么和女儿。育儿大师看起来的确很专业，请问您的女儿几岁？性格如何？4岁，很安静乖巧。育儿大师明显不信，安静乖巧这2个词和他们新兽族的幼崽有半毛钱关系。于是阮潇进一步解释，比如今天他乖乖坐在院子里等我下班回家了，才一起吃饭，现在正坐在我旁边看电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他客观的打下这些字，对方却发来一串呵呵，这位兄弟你遛我玩呢？幻想正是精神疾病的一种体现，您怕不是被自家孩子折磨的出现幻觉了吧？我在这里给你推荐心理医生试试。阮潇大元帅第一次发现他的母语是无语，网友不靠谱，专家也不靠谱。最后阮潇关掉了个人终端，看向黎黎，我要去训练了，要一起吗？黎黎漂亮的蓝色眸子亮了亮，很用力的点头，要。当然阮潇没有丧心病狂到训练女儿，而是让她在训练室外坐着，看着爸爸熟练的在各种器材上锻炼，动作沉稳有力且极富美感。黎黎瞬间化身小迷妹，又是挥舞2个小胖胳膊加油，又给爸爸拿毛巾擦汗，明明是和之前一样的训练，阮潇今天却觉得格外有成就感。训练过后就是小朋友睡觉的时间了，阮潇抱着黎黎去卫生巾洗漱，看着小一只拿着淡粉色的牙刷，肥嘟嘟的小脸上都是泡沫，阮潇不知怎么就拿起了终端，回过神来终端里已经出现了几10张照片，阮潇陷入了沉默，他的手好像有点自己的想法。第2天黎黎醒来时，阮潇照旧已经去军部了，吃过早饭，黎黎一个人在花园里玩耍，阳光透过树丛斑驳的落下来，黎黎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这里应该不会被发现的吧。黎黎有些紧张的握了握小拳头，然后摇了摇小屁股，一条蓬松雪白的大尾巴倏地从裙子下冒了出来，一旁的机器人小米吓了一跳，黎黎连忙紧张兮兮地抱住了自己毛茸茸的尾巴，嘘，这是我们的秘密哦。小米脸上的显示屏乱码纠结了下，然后露出一个笑脸来，黎黎放心，小米不会说出去的。黎黎顿时松了口气，她摸出一把小梳子，坐在凳子上给自己梳毛，蓬松的大尾巴看起来更柔顺了，她没忍住用小脸蛋蹭了蹭，好舒服呀。虽然费了点，但黎黎还是很喜欢自己的猫形态，只不过因为从前的妈妈非常讨厌她受累的样子，她才养成了躲起来变形的习惯。不过她不知道的是，家里其实是安装了摄像头的，还是对整个元帅府360度无死角监控的那种。因为阮潇的身份特殊，家里有许多重要文
文件，不过一般没触动警报的话，阮潇都是不会看的。但今天一上午都没收到管家的手滑，阮潇工作之余不自觉的就打开了家里的监控，然后阮潇就呆住了。他的女儿身后冒出来了一条仙气飘飘的雪白大尾巴。本来作为星兽族人，有个尾巴耳朵的也正常，比如他的兽形是虎，长尾如鞭，附带着锐利的鳞片，但黎黎的形象却是他从未见过的。阮潇想到之前小家伙抱着自己，可怜兮兮的哭着说他是残兽，是布偶猫。他事后也在星兽兽形资料库中查找过，却根本没查阅到叫布偶猫兽类。阮潇沉着深蓝色的眸子，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残兽吗？恐怕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黎黎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小马甲已经掉了一半了，把尾巴上的毛毛梳顺了之后就藏起来了。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然而今天阮潇却没有提早回家，直到夜里11点，黎黎已经靠在柔软的沙发上睡着了，一身血气的阮潇才走下了悬浮车。管家被他身上的冷意震了一个哆嗦，这大晚上的，估计是去执行临时任务了吧。往常这种情况家主都是会留在军团的，今天怎么还特地赶回来了？不会是因为小姐吧？管家面色古怪的想着，但是又觉得不可能。家主你回来了，小姐还在等你。阮潇冷淡的嗯了一声，深蓝色的眸子扫向蜷缩在沙发上的糯米团子，他眉峰皱起。今天下午他接到消息，2210星球一座城市被虫族袭击，他负责带兵去清剿，这一清剿就到了晚上10点，可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什么，迫使他衣服都没换就赶回了家。感受到一道目光，黎黎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然后就看到了面前的高大男人。爸爸，他有些欣喜的开口，软乎乎的小奶音一下撞在阮潇心间，杀戮带来的所有负面情绪瞬间都消散了。他弯腰将女儿抱起来，小小的胳膊一下圈住了她的脖子，这对阮潇来说是一种神奇的感受。他身体一僵，正要哄着小家伙放开手，却发现黎黎小脑袋一歪又睡了过去，还把自己往他的怀里塞了塞。犹豫了片刻，阮潇是将人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今天也十分疲倦了。踏进房间的一刻，阮潇一双深蓝色的眸子变成了野兽般的树瞳。很快，属于人类的身体被一只浑身白色、生着冰蓝纹路的兽类代替，麒麟虎正是他们家族世代继承的血脉。他小心翼翼地到了房间中的大床上，和3米多长的巨兽比起来，蜷缩在他胸口的雪白糯米团子小小一只。威风凛凛的麒麟虎歪了歪头，还将自己的虎掌凑过去比较了下，真的好小一只。他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将那小小一只的糯米团子扒拉到怀里来，也闭上眼睛休息了。这次出任务，为了避免污染异兽造成更大的损失，他用精神力了。到现在他的头都泛着尖锐的疼痛。然而随着怀里女儿均匀的呼吸声传来，阮潇感受软嘟嘟的小脸贴在自己脖子上蹭了蹭，舒服的他眼睛都眯了起来。怎么回事？脑袋好像没那么疼了。他心里不由有些疑惑，这次的抑制剂效果居然这么好，看来今天总算能睡个好觉了。天还没亮，阮潇是被一阵咳嗽声惊醒的。黑暗中他睁开了眼睛，可嗨嗨，稚嫩的声音从怀里传来的。麒麟虎低头看去，蜷缩成虾米形状的糯米团子靠在他胸前，原本雪白的小脸上泛着潮红。爸爸，黎黎好难受。黎黎紧闭着眼睛，听着女儿的呜咽声，阮潇心脏一紧。不过到底是元帅，很快恢复了冷静。身形庞大的麒麟虎从床上跳下来的瞬间，就恢复了人类的身体。管家，把阮清然叫来，黎黎发热了。管家一听，顿时大惊失色。好的，我马上通知唐少爷。与此同时，星兽第一院才挂断了电话的阮清然轻轻笑了声，堂妹，这可真是好玩了。接到管家的电话时，对面隐约还传来了阮潇让人去买推热贴的声音。他还从来没听过小叔的声音这么急切过。阮清然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堂妹倒是好奇起来了。15分钟后，阮清然看到床上小姑娘时有些诧异。之前他路过精神力检测中心，见这小姑娘好像和自己妈妈走丢了，他就上前安慰了几句，还给了她一颗糖。没想到竟然是小叔的女儿，不过里面恐怕另有一番内情。怎么样了？阮潇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眉头紧皱，情况有些好转了，只是她好像在做噩梦。我试试把她叫醒。到底是年纪轻轻就能进入第一院的顶尖医生。不多时，黎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小脑袋靠在枕头上，蓬松的头发间一对毛茸茸的大耳朵耷拉着，她自己还没发现。阮潇也没刻意去注意，倒是阮清然清冷的眸光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毛茸茸的耳朵，一看就很好捏的样子。黎黎刚从噩梦中醒过来，看到阮潇顿时就忍不住了，她从床上坐起来，小小的身体扑到爸爸怀里，带着哽咽的小奶音软糯糯地喊着爸爸。阮潇手掌落在小家伙的背上，一下下的轻拍着。阮清然微微挑眉，这还是他那个常年冰山脸的小叔吗？先不要乱动，你还在发高烧。听到一个轻轻冷冷的声音，黎黎小脖子扭过去，就看到一个青年站在旁边，头发和睫毛都是雪白色，但眼睛却是很漂亮的琥珀色。你好啊，小堂妹。阮清然眼眸微弯，黎黎脑袋上的耳朵抖了抖，你是那个给我糖的大哥哥。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露出来了，黎黎惊恐地叫了一声，紧接着飞快地钻进了被窝，说什么也不肯出来。爸爸，你和哥哥先出去，先出去好不好呀？他2只小手捂着自己毛茸茸的耳朵，越急着想要变回去，那耳朵就越不会消失。怎么办？爸爸不会不要他了吧？黎黎急得都快哭了，快回去啊！怎能这么不乖呀？他捏着自己的耳朵软糯糯的开口，外面2人都听见了。阮清然好看的唇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怎么会有这样软绵绵的小家伙，还和自己的耳朵吵架？乖，快出来，会憋坏的。阮潇将被子掀开，藏在被窝里的小家伙吓了一跳，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尾巴也出来了。黎黎吓得2只小手乱挥，顾得了耳朵顾不了尾巴，他只有2只手呀。别怕，一只大手在他毛茸茸的小脑袋上揉了揉，不用藏着，我说过，不管你是什么都不重要，你只是我的女儿。阮潇低沉稳重的声音，仿佛有种令人安心的力量。黎黎呆呆地看着他，然后他耳朵抖了抖，忽然就哭出声来了。只不过这次他是将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发泄了出来，然后只见小家伙往爸爸身上扑过去，眨眼间变成了一只只有巴掌大小的猫。
猫猫。小布偶猫浑身雪白，只有耳朵两旁带着银灰色，一双蓝汪汪的大眼睛清澈透亮。阮萧和阮清然整个都呆住了，怎么会有这样可爱的兽仔？简直像是先祖传说中的生物。看到扑过来的毛团子，阮萧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它，四只粉嫩嫩的爪爪没什么力度的踩在他手心，小脑袋对在他怀里拱了拱，嘴里还不断的发出稚嫩软绵绵的喵呜声。一时间，两双视线都粘在了小小的毛团子身上，只觉得这小东西连叫声都如此动听。而此时的李李也是猫猫震惊，完蛋了，自己怎么没控制住彻底变身了？还能变回去吗？李李闭起眼睛试了试，然后这一试，浑身的软毛都给憋得蓬松炸起来了，像极了蒲公英的样子。他依旧没能把自己变回去。李李晕头转向的倒在阮萧的手里，怎么办？怎么办？难道自己以后只能被爸爸捧着到处走了吗？好在2天后李李的烧退了下去，他也总算恢复了人类的形态。在家里守了他2天的阮萧也回去上班了。阮清然替他做了最后一次身体检查，确认完全康复后却没走。小堂妹想出去玩吗？李李眨巴了下眼睛，出去。他来到这个世界后，除了被带去精神力检测中心外，就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了。他一直被养在那个偏僻的出租屋里，就像见不得光一般被藏着。阮清然看着李李跃跃欲试的小眼神，牵起他的小手就往外走，然后将他抱上一辆银色的悬浮车。第一次坐悬浮车，李李有些紧张，小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裙摆。阮清然见状忍不住笑了笑，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听到哥哥问话，李李的注意力被分散。我不击倒呀 ，Snow 探索附近娱乐场所。阮清然的声音淡淡的。李李正疑惑他在和谁说话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投屏。好的，主人，已搜索成功。根据您的要求，总共有1300个娱乐场所适合小孩子玩。李李只觉得面前的屏幕一滑，出现了一个游乐场，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游乐场，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项目。阮清然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李李双眼睁得大大的，眼里充满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期待。但是下一秒他就期待不起来了。随着屏幕放大，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的尖叫声，那是一个直接用机器将幼崽丢到很高的空中，最起码有好几百米了，在自由落体，快到地上的时候才被一个长着翅膀的人接住。这期间幼崽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李李吓得小脸都白了。换一个。接下来一个项目是几只幼崽在草坪上追逐玩球，刚开始也算正常，但很快他们就化为星兽形态，开始互相打群架。阮清然想都没想就跳过了，就他小堂妹那小身板，进去还不被当球踢。下一个看着比较正常，和李李前世在电视上看见的过山车差不多，然而再一看，那过山车的速度简直比火箭还快，而且放眼望去，足足有上百个又高又刺激的圆形轨道。李李捂了捂自己的小心脏，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太行。李李突然就对游乐场失去乐趣了。最后阮清然挑选了一些比较温和的设施，这个叫云缆，白天可以看云海，晚上可看星辰，还有这个星空海洋，各种形状的船只翱翔在星海中，甚至人都能漂浮穿梭在星空里。李李听得眼睛都亮了，我想去看星星。阮清然点点头，那就去这里吧。对了，你哥哥公司是做星舰的，以后可以让他带你去宇宙看看。看着李李有些迷茫的眼神，阮清然补充了一句，你亲大哥，同时心里有点小不爽，自己怎么就没有个这么软萌的亲妹妹呢？悬浮车在繁华的城市上方划过，最后停在了占地面积超大的游乐场前。李李扒拉着车窗，小心翼翼地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部分都带着孩子，不过那些小孩子看着都比自己要大只好多。走吧。阮清然抱着李李下了悬浮车。李李今天穿着樱花色的公主裙，小小软软一只的她趴在哥哥肩膀上，对上别人的视线就很快害羞的移开了，只是用小手紧张地揪着哥哥的衣服。别怕。阮清然轻轻笑了声，单臂抱着她去售票处，然后就被当成吉祥物围观了。黑哥们，这是你女儿吗？一个青年一边努力控制着在自己身上乱爬的儿子，一边转身问阮清然。看小姑娘乖乖的不吵不闹，他眼里的羡慕都快要溢出来了。艾瑞，你给老子安分点，信不信老子打你屁股？然后让李李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那看起来不过5岁的小孩，直接变成一只1米多高的小熊，和他爸爸嗷嗷对打了起来。在场所有人都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甚至不少被家长抱着的孩子还在鼓掌加油，因为距离他们太近了。阮清然抱着软唧唧的奶团子往后退了些，等游乐场的安保人员过来控制住这俩父子后，这场闹剧才算结束。看完整场的李李，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大兄弟，你家这闺女怎么一点不闹啊？不会是个仿真娃娃吧？一个男人凑过来，肩膀上坐着拿他的脑袋当拨浪鼓的女儿，哪儿买的？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呗。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仔啊！其他人也闻言也竖起了耳朵，他们也想要。李李忍不住了，小脑袋从哥哥怀里钻出来，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不是，他声音软糯糯的，还带着微微的颤抖，可把在场的奶爸奶妈给萌坏了。李李不是仿真娃娃，是哥哥的妹妹。他说完话后，发现大家看他的目光都透着几分诡异，且周围有几秒就非常安静。我的老天爷，这不是仿真娃娃，国家有明文规定，仿真人不能做得太逼真，必须带着机器人特有的属性。所以这小姑娘她真的是人啊！一瞬间，周围的人看着黎黎双眼都冒光了。黎黎被他们给吓着了，赶紧往哥哥怀里钻。阮清然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用个人终端扫描购买了2张门票。一旁的工作人员小姐姐贴心的将幼崽手环戴在黎黎手上，谢谢姐姐。黎黎超级有礼貌的道谢，软糯糯的小奶音简直把人心都要萌化了。工作人员忍不住捂着嘴尖叫，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崽崽？呜呜，他还叫我姐姐。来一个手环。下一个人走过来，工作
作员立马收起了脸上的姨母笑，除了那个天使一般的仔仔，其他人不值得他露出那样傻逼的表情。走进游乐场，阮清然已经给小堂妹规划好了路线。第一个目标是幻境旋转木马，坐上去后，周围场景会变成一片虚拟草原，人坐在马上，就像是在草原上奔跑。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玩了，明明是十分梦幻的场景，却被玩得群魔乱舞。小孩子一坐上仿真马，那真的就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有的站在马背上嗷嗷乱叫，有的直接变成了星兽形态，四肢着地和马开始赛跑，还有一个就牛逼了，竟然坐在马背上写起了作业。李李看了之后，忍不住悄悄凑到哥哥耳边：“哥哥，要不我们等一下再上去吧？”现在他真的就有种和这个世界的仔仔们格格不入的感觉。我陪着你一起，怕什么？李李的眼睛亮了亮。那好吧。其实整个软乎乎的奶团子都要开心化了。他被哥哥拉着选了一匹仿真马，哥哥就坐在他的身后。等到游乐设施启动，身下的马顿时像是活过来了一般，甩了甩头，还发出了马儿的叫声。李李睁大眼睛，他身边的环境也变了，黑色健壮的骏马踏破星空隧道，他们瞬间出现在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哥哥，草原好大呀，还有那边是不是雪山呀？阮清然拉着马缰，将雪白软糯的小家伙圈在怀里，气质金贵清冷的青年和软糯可爱的小团子，瞬间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力，不少人都拿出了终端拍摄。很快新网上就出现了好几个视频，全是阮清然和黎黎兄妹两个，这一大一小的颜值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是强大的高等级星兽，另一个软糯可爱，简直是所有星兽家长们的梦中情仔。不管哪一个视频，都被无数网友看了又看，好帅，这就是我梦中老公的样子啊！那个孩子也太乖了吧，我好想听他叫我一声哥哥，我就不一样，我想他叫我一声嫂嫂。楼上的你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阿伟、阮清然和黎黎火了，但当时两人却完全不知道，他们此刻来到了星空海洋这边坐船。然而刚走进船舱，身后忽然传来巨大的响声，还有人群的惊叫声。黎黎吓得一下抱住阮清然的腿，只见一只堪比高楼的巨大的灰狼，眼睛血红的正四处搞破坏，有几个人直接被灰狼一爪子拍了出去，倒在地上鲜血直流。黎黎哪里见过这场面，整个团子都傻了。眼见灰狼朝这边冲过来，阮清然将黎黎护在身后，自己向空中一跃，身体瞬间膨胀变成一只巨大的蓝白色雪豹。它的头顶有一对漂亮的白色鹿角，尾巴不是毛茸茸，却是带着蓝色的鳞片，这是大哥哥的兽形，又帅又威风极了。眨眼间雪豹和灰狼就缠斗到了一起，黎黎紧紧地攥着小拳头，心里默默无声地给哥哥加油。眼见雪豹把疯狂中的灰狼按在地上，一个少女忽然冲出来：“爸爸，不要伤害我爸爸！”她哭得很狼狈。雪豹凶悍地抬头望过去，吓得那少女跌坐在地。也就是在这时候，被压制着的灰狼忽然暴起，巨大的力道将雪豹掀翻，灰狼直接撞开少女，就目露凶光的狂奔。倒霉的是，他狂奔的方向正是黎黎这边。黎黎已经被这些变故吓得呆住了。然而当他对上灰狼那狰狞的双眼时，心中却忽地涌出一个念头：他看起来很难受，我能帮他。谁也没注意到，灰狼血红的眼神有一瞬间化为正常，下一秒一双手捂上了黎黎的耳朵，一个蓝发青年薄唇微张，尖锐的生平从他口中如水纹一般荡开。近在咫尺的灰狼忽然浑身扭曲倒在地上，哀嚎惨叫声响彻云霄，周围许多人也受到了波及，连阮清然都微微晃了下脑袋。不过他很快就抵御住了这声音的震荡，跑过来一爪子将灰狼按住。星际巡警也在这时候赶来了，合力将灰狼关到了笼子里。之前那个女孩也浑身是血的跑了过来：“爸爸你醒醒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他出来的时候打了抑制剂的。”少女哭得撕心裂肺，所有人都沉默地看着，因为谁都帮不上忙。黎黎有些失神，好一会儿才被一双手抚了抚脑袋：“小家伙你好，我是你哥哥的朋友，我叫玉生，是海妖一族。”优美动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就像是音符在跳动一般，很难相信之前那具有杀伤力的尖锐声音是他发出来的。玉生哥哥你好，黎黎闷闷地开口，然后抓着哥哥的衣角：“哥哥，这是怎么了呀？别怕，刚才那只灰狼是精神力失控的星兽族人。”阮清然抱起他边走边解释：“精神力失控是一种病，一种受到 X 物质污染而出现，现在还无法彻底治愈的病，并且精神力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发病就会像刚才那只灰狼一样变成兽形，发疯发狂，对周围所有人无差别攻击。”闻言，黎黎抓紧了他的衣服，软糯糯的小奶音都带上了一点点焦急。那哥哥也会有这个病吗？阮清然还没说话，旁边的玉生就替他回答了：“这是宇宙中所有种族的通病，你哥当然也会有。”而且阮清然抬手制止了他后面的话。玉生耸耸肩：“行吧，我不说了。”黎黎抿了抿小嘴巴，雪白的小胳膊不太开心地抱着哥哥的脖子，他直觉玉生哥哥后面没说完的话很重要。经过这么一场惊吓，松懈下来后的黎黎有点困了，他趴在哥哥身上渐渐睡了过去。软绵均匀的呼吸声响起，旁边两个大男人下意识放轻了声音。玉生羡慕地看了看小奶团子，然后皱着眉看向阮清然：“你的精神力怎么回事？比之前更加不稳定了。之前和第一军一起去参加了个任务，运气不好遇到了只高等虫族。”阮清然说的轻描淡写，玉生却深知其中的危险，最后他也只能拍拍好兄弟的肩膀：“你自己好好保重，我可不想看到你英年早逝的新闻。”两人又聊了几句，阮清然就抱着小堂妹离开了。不过他没回元帅府，而是给管家发了个消息后，直接带着人回了自己的别墅。收到消息的管家都快哭了，怎么能抢他家小姐呢？坐在悬浮车内，阮清然打开个人终端，结果差点被消息给淹没了，甚至医院员工群都有好些人都在艾他。阮清然这才知道，他和小堂妹只是普普通通的去了趟游乐场，竟然就被人拍了视频上热搜了。视频下面的评论中，全是想当黎黎爸爸妈妈的，或者向他表白的。阮清然忍不住嘴角抽了抽，要是被他那个冷面小叔看见了，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回到家，阮清然从车上将熟睡的小家伙抱了下来，靠哥哥怀里的时候，李李还舒服地蹭了蹭阮清然嘴角上扬起一个很浅的弧度。阮清然把他抱到自己床上，本以为多了个软绵绵的小抱枕会睡不着，但意外的闻着小家伙身上的奶香味，今天控制那狼食隐隐有些混乱的精神力竟然缓和了不少。他睡着了，而且还睡得很好。第二天醒来时，只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奇怪，昨晚竟然没头疼。阮清然单手撑着额头呢喃，简直轻松的有些不正常。等回医院的时候自己检查一下吧。他又看了看旁边睡得乖巧软萌的小堂妹，怎么办？不舍得把小家伙还回去了。醒来后得知自己在哥哥家睡了一夜，李李有些不好意思的揉揉眼睛，然后就开心的吃起了哥哥准备的早餐。就在他以为饭后就会被送回家时，阮清然却再次大手一挥，直接将他拎到了自己上班的医院。平时阮清然在医院是出了名的清冷男神，但今天不一样，他抱着一个超级好看的小孩来医院，走到哪都被所有人围观。为了不打扰医院的正常工作，他暂时把李李放在了庭院中的花房里。李李抱着一盘小蛋糕，小小的人儿蹲在花丛中，像极了一只雪白的小精灵，好漂亮呀！这个是什么花花啊？他嘀嘀咕咕的用哥哥给自己的通用终端拍下照片，背后却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那是小玲花。李李被吓了一跳，小只有一个踉跄，眼瞅着就要摔地上了，却被一只手扶住了小胳膊。李李站稳后抬头看向抓住自己的人，映入眼帘是一双如太阳一般耀眼的金色眼睛。抱歉，吓到你了，我可以坐下来吗？这下李李才看清对面那张脸，一头如瀑布般的乌黑长发下，是美的仿佛上帝用白玉精心雕琢的五官。李李看呆了几秒，萌萌的样子像个可爱的水蜜桃。青年不由一笑，我叫阿尔莫，你不用紧张，就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朋友好了。两人愉快地分享了小蛋糕后，李李就拍拍衣服站了起来，我要去找哥哥了，希望你的病能早点好。看着那小小的身影离开，阿尔莫嘴角扬了扬，也离开了花房，回到一栋独立的白色房子里。陛下，您要是再不来，我们可要去找你了。迎面走来的骑士长单手抚胸行了一礼，不用担心，我只是认识一个可爱的小朋友而已。对了，奥斯，我可不可以接一个孩子到地宫养啊？骑士长面无表情，您不是最讨厌小孩子吗？阿尔莫似乎很诧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讨厌小孩子了？去年9月皇家宴会上，科恩亲王的儿子打碎了您的一个花瓶时，还有上个月奥黛丽夫人的女儿弄丢了您的宝石的时候。阿尔莫沉吟2秒，是吗？我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其他小孩子我可以继续讨厌。然后他摸摸下巴，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崽，你找人去查查看，能不能抢过来。骑士长一噎，他很想吐槽，但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与此同时，一架悬浮舱在医院前降落，副官带人将陷入昏迷的阮萧抬了下来，快送元帅进急救舱。他从昨天带兵抵御虫族回来后，精神状态就一直非常不稳定。刚好阮清然也结束了一场手术，接到消息立刻赶了过来，一直忙到天快黑了，阮萧的情况才勉强稳定下来。糟了，阮清然忽然变了脸色，忙起来忘了他的小堂妹了。这时门外响起了警卫的声音，这里不能进入，请你们离开。一个青年正在和警卫沟通，旁边的李李眼睛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整个人看着好不可怜。警卫犹豫了下，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叫阮医生。话音刚落下，阮清然就已经从病房中出来了。青年看到人出来，可算松了口气。他是阮清然的同事，刚刚带李李在食堂吃午饭时，不知多少人都用羡慕的眼神看他。谁知正高兴着，小家伙突然哭着要找哥哥。虽然不吵不闹的，但那种默默无声的哭泣反而更让人心疼无措。他只能带着人到急救病房这边来了。李李，对不起，哥哥忙得把你忘了。阮清然赶紧把小团子抱在怀里。李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觉得一定要到哥哥这里来。阮医生，元帅醒了，你快来看看。元帅，听到这2个字的李李顿时一个机灵，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往里面看，是爸爸吗？爸爸怎么了？阮清然扶额，这下瞒不住了，他只好将人带了进去，留下门口的警卫员震惊不已。什么情况？元帅竟然有女儿了？病房里，李李一眼就看到了床上那个熟悉的人，不过1天多没见，爸爸就变得好憔悴。李李呜咽着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倒腾着小短腿凑到床边，2只小手抓着爸爸宽大的手掌，软嘟嘟的脸蛋凑过去贴贴。爸爸你怎么样了？疼不疼？阮萧抬手揉了揉小姑娘软乎乎的头发，我没事。李李的小耳朵耷拉下来，精神力紊乱的爸爸脑袋肯定很疼，但是爸爸还面色如常的样子，肯定是装的。李李第一次痛恨自己的精神力只有 F 级，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他跑去倒了一杯温水，爸爸你不要动。李李给爸爸倒水喝。旁边的副官表面虽然看着还淡定，但内心已经宛若一只尖叫鸡了。啊，这是元帅的女儿，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乖巧又软乎乎的幼崽？怎么办？好想抱好想入。阮清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忙，于是便离开了。等到病房里只剩下了父女2人，李李犹豫了一下，便脱掉小鞋子爬上了病床，扭着小屁股像个蚕宝宝一样钻到了阮萧的背后。阮萧剑眉微挑，猜不出小家伙想干什么，然后一双软软的小手就放到了他太阳穴上。爸爸，李李给你按按，说不定脑袋就不疼了呢。阮萧身体微微僵硬，然后心中就是一片柔软，他轻轻说出一个字，好。等到副官接完1通电话进来后，看到的就是这样温暖的一幕，他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那击中了。我的老天奶，这是天使吧？怎么会有这么可爱又贴心的乖崽呢？副官捂着一颗老心脏，很识趣的不去打扰父女2个，依依不舍的把门给关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阮萧竟然觉得脑中的剧痛缓和了下来，甚至渐渐有了睡意。这一觉出乎预料的深沉。等到第2天早上醒来，阮萧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把稳李李圈在了怀里，而
精神力紊乱带来的疼痛感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他直觉有些不对劲，就让阮清然给他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些难以置信，你这精神力情况也太好了吧？阮清然皱着眉，小叔的精神力状态好的不正常，之前的污染紊乱仿佛是错觉一般。两人研究了半天都没发现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饶是他们想破了脑袋，都不可能想到这种变化与黎黎有关。黎黎看爸爸和哥哥都蹙眉的样子，小心脏都提起来了。怎么了？爸爸不好了吗？他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不是，我很好。阮潇低沉的声音安抚着，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把哥哥吓到了。阮清然故作轻松的开了个玩笑，在没找到原因之前，这种能让全网关注震惊的消息还是暂且封锁的好。最终他留下了一些血液样本继续观察研究，就让阮潇则带着黎黎回家了元帅府了。管家早就收到消息，给黎黎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以及专为阮潇准备的病号饭，各种粥以及看起来就很补的汤。阮潇面无表情，他忽然觉得吃营养剂也挺好的。吃过饭，阮潇又一头扎进了书房。虽然因为精神力的原因可以在家里休息2天，但黎黎觉得爸爸还是很忙的，一会要看文件，一会要开视频会议。黎黎趴在门口看得心疼极了，好不容易爸爸休息了一会，他赶忙端着一小盘水果跑进去。阮潇一看到他，冷硬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个笑，从抽屉里掏出来一个小盒子，这是给你定制的个人终端，身份信息我已经替你录制好了。黎黎看着那个带着猫爪图案的个人终端，眼睛都睁大了。有了这个，他以后就能随时给爸爸打电话了。黎黎开心的耳朵和尾巴都控制不住的冒了出来，软乎乎的尾巴摇啊摇的，明明那么仙气飘飘的毛茸茸大尾巴，都快和狗狗有的一拼了。阮潇的视线都忍不住跟着晃来晃去。爸爸，黎黎能不能变成猫猫啊？他想要跟爸爸撒娇，但是有点害羞，变成猫猫的样子就没问题了。见爸爸点头后，黎黎眼睛亮了亮，小身体立刻开始缩水，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布偶猫猫。阮潇虽然脸上依旧是沉稳的样子，手指却已经熟练的开始挠小猫软绵绵的下巴了。黎黎伸着小指头在爸爸身上踩，打着滚各种贴贴蹭蹭，嘴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反正他现在就是一只猫猫，猫猫喜欢粘人，那不是天经地义吗？最后他舒服的摊成了一张猫饼，在爸爸怀里睡了过去。眼看视频会议的时间到了，然而捧着毛茸茸的一小团，阮潇却说什么也舍不得放手，索性直接点开了终端。视频会议开始，阮潇单手抱着睡着的小猫猫，坐姿板正如挺拔的轻松，表情依旧冷硬威严。视频对面是一排排同样精神抖擞的军人，今天讨论的是接下来对虫族作战的策略。会议进行了没多久，突然有2个军官因为意见不合吵了起来，只听砰的一声，一个出了名的暴脾气上将一巴掌拍在桌子，姓孙的，你他娘的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是吧？那雄狮般的嗓门一吼，对面的人还没怎么着，正睡着的黎黎却猛地被吓醒了，他咻的一下从爸爸手心里跳了起来，浑身毛毛都炸了起来。喵！一声软乎乎的猫叫顺着网线传到会议室中，所有人瞬间都停止了动作，齐刷刷扭头往主位的投屏看过来。而此时的阮潇却没心思理这些下属了，他连忙起身，把跳起来的猫猫稳稳接住。小猫仔此刻就像个炸毛的小蒲公英，圆滚滚的没有半分威慑，反而可爱的紧。他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猫眼，瞧着还有点傻兮兮的。吓着了吗？没事的。阮潇手指揉揉他小脑袋安抚，那张一向冷硬的脸上是他的下属们从没有见过的柔和。视频会议中的下属们都下意识的揉揉眼睛，咋回事？是他们眼睛出问题了？还有刚才那软绵绵奶唧唧的喵呜声是什么？阮潇安抚好了宝贝女儿，面色黑沉的看着刚才拍桌子的下属。宋雷嗓门大出去吼，面对阮元帅并不大的声音，刚才还脾气火爆的男人瞬间缩着脖子，鹌鹑似的坐下了。这样的反差着实有些好笑，但在场的人都习惯了。没事了，你继续睡吧。阮潇捏了捏黎黎的耳朵，黎黎这才反应过来，爸爸好像在和谁视频，但猫猫的好奇心显然是有点重的。小家伙抖了抖耳朵，猫猫碎碎的探出小脑袋，伸长了脖子从爸爸手心往外看，投屏内浑身雪白的毛团子缓缓冒了出来，每一根毛毛都写着让我康康有啥好玩的。然后他终于看到了投屏对面的人，此刻一双双锐利的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猫猫吓得一个机灵，怂兮兮的缩了回去，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做又菜又好奇。阮潇低头眼里闪过笑意，一抬头又恢复了严肃。会议暂时结束，宋雷今天训练加倍，其他事情暂时交给副官处理。说完他压根不理对面的反应，就直接断线离开了。会议室中猛地躁动起来，怎么回事？刚才元帅怀里的是什么？那腰小还毛茸茸的，我天，老子一颗直男心都要融化了。刚才元帅的表情温柔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群人讨论半天都没有结果，有人当场在网上查找了起来，依旧没半点线索，甚至有的傻大胆直接跑去私信元帅，想问问那是什么宠物，元帅是从哪里买的，他们也想人手一只。真男人就该喜欢这种糯叽叽可爱团子。然而元帅一概没理，从此这成了第3军团的一个谜。至于那些人事后有没有被元帅找借口加倍训练，就不得而知了。几天后，阮潇的休假就跟随陛下前往海妖族访问。酒会上他正在与同僚谈话，一个金发男人突然端着酒凑了过来，哈哈哈，这不是阮大元帅吗？听说你的基因竟然被人偷了，还生下了一个女儿。金发男子一脸幸灾乐祸的蠢劲儿，你家的房子还好吧？我记得你儿子小时候可是拆了好几遍你的元帅府的，哈哈哈哈。阮潇面无表情的抿了一口红酒，这时手腕上的终端响了起来，是黎黎的专属铃声。阮潇嘴角闪过一丝笑意，然后似乎一个不小心点开了终端，语音留言立刻外放出来，爸爸，管家爷爷说海妖星的天气很冷，你要记得带黎黎送给你的手套呀，还有不要用精神力，会很疼的，爸爸要注意安全呀。软糯糯的小奶音十分清晰，任谁都能听出来说话的幼崽好乖好软。阮潇余光瞥了眼周围目瞪口呆的人，不好意思，手滑了，只是那语气里的愉悦当谁听不出来呢？金发男子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不相信，你那个一定是合成的声音，这么乖的崽崽星兽族根本不存在。
猫仔仔只是唱了首《虫儿飞》，竟就让重伤的大哥重获新生，不仅捣毁新到老巢受的伤停止流血，就连常年暴动的精神力也不再肆虐。然而回过神来的大哥却突然觉得不对，他才离开几天，家里怎么就多了这么个萌团子？似乎是听到他进门的声音，楼上的歌声戛然而止。卧室里，雪白小团子紧张地竖起猫耳，什么声音？是不是有小偷呀？元帅家的防御系统是最高级的，绝不可能有小偷进来。机器人小米超自信，回来的是大少爷阮风四先生，可一听回来的是大哥哥，李李顿时更紧张了。说起来他的身份挺尴尬的，算是爸爸的私生女吧，估计哥哥应该很讨厌他。然而听小米说大哥哥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又有些担心。上一次他不小心在沙发上睡过去，后来可是病了好几天呢。李李有些无措地啃着爪爪，屁股后面的大尾巴跟着摆来摆去，最后把心一横，悄悄摸下了楼。阮风四虽然躺着，李李和小米的对话却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哥哥，他那性冷淡的老爹竟然给他弄了个妹妹出来，不过这么胆小的小家伙，真的是他家的种啊！思索间，一个小身影已经蹭到他身边，李李有些费力地抱着一条大毛毯，手脚并用地爬上沙发，想要帮哥哥盖上，谁知爬到一半脚下一滑，整个仔扑通一下往后倒去。这下阮风四也顾不得装睡了，大手一伸，直接捞住了半空中的小团子。与此同时，李李也因为害怕，唰的一下缩小成了一只毛茸茸的布偶猫，被阮风四拎着悬挂在空中，胖嘟嘟的小短腿还晃荡了下。空气突然安静，阮风四脸上的表情十分震惊，本就显得有些凶的面容看起来更吓人了。李李被他给吓得变成了飞机耳，大大的蓝眼睛满是无辜。机器人小米急得围着阮风四打转，大少爷，李李小姐很害怕，请你把她放下来。阮风四睨了小机器人一眼，滚！小米脸上的显示屏闪过一堆乱码，然后把自己收成一个球，圆润的滚了。李李的尾巴尖尖抖得更厉害了，大哥哥真的好凶啊 ！QAQ！ 阮风四大马金刀的往沙发上一坐，抬手捏了捏猫猫的软趴趴的小折折，你这小身板能干嘛？打架的时候给人挠痒痒吗？变回来介绍自己。李李委屈的往后缩了缩，这样好像是挺不礼貌的哈，但是他又变不回去了 QAQ。圆滚滚的小米从墙角探出头来，李李小姐不是故意的，她情绪紧张的时候就变不回去。闻言，阮风四又在她毛茸茸的小脑门上戳了下，真没用。不过不知为何，和这小家伙相处了一回，他的心情莫名愉悦了不少。小小一只猫猫被他戳得打了个滚，又被另一只手拖住。好了，送你回去睡觉，本来就小，再熬夜小心长不大。门上挂着小猫装饰的房间十分好辨认。阮风四将李李放在床上，小团子唰的就钻进了被子，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瓜。他会长大的。出了离离的房门，阮风四立刻恢复了有些凶厉的神色。管家，他怎么回事？他的话音落下，管家就腰板挺直的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大少爷欢迎回家。是这样的，管家将离离的情况讲了一遍。阮风四黑沉的眸子闪了闪，我还以为元帅大人给我们三兄弟找了个后妈呢，那语气听着竟然还有些遗憾。管家嘴角抽了抽，你们是巴不得家主再找个女主人来，好把他吓跑当乐子吧。夫人去世后，不少女人都想要接近元帅，不过无一例外都被三位少爷给折腾的差点精神崩溃。管家倒是觉得有人来陪少爷们玩玩也挺好，但他刚刚不出现绝不是放任大少爷欺负小姐，恰恰相反，他对小姐的可爱程度有绝对的自信，就算大少爷现在嘴上再凶，他也静静等着打脸那天。而刚刚被自家儿子区去过的阮萧，此时正在等待陛下召见。看着殿外湛蓝的海水和不停游动的鱼群，他正盘算着什么时候带女儿来玩。殿门突然被打开，穿着一袭华丽睡衣的星兽帝国皇帝阿尔默走了进来。至于为什么宴会的时间他会穿着睡袍，因为他倒霉，来的路上悬浮车发生故障了，还被喷了一身的墨鱼汁。刚刚洗完澡出来，阿尔默对自己的倒霉体质早就习以为常了。他随意的看向阮萧，阮元帅，你的女儿叫黎黎是吗？阮萧愣了下，完全没想到陛下叫自己来是为了这个。他微微点头，阿尔默俊美的脸上笑意立刻扩散，那真是太好了，你大概不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阮萧挑了挑眉，这个他是真的不知道。眼前人明明长着一张成熟俊美的脸，按照他们的种族年龄来算却是个未成年，偏偏此刻还摆出一副炫耀自己心爱宝贝的幼稚模样。阮元帅平时很忙吧？是不是没时间带孩子？听到他这么问，阮萧顿时就警惕起来了。陛下这是要干嘛？阮元帅要不要考虑一下，你把黎黎带到皇宫里来让我照顾？阿尔默目光灼灼地看着阮萧，身后有尾巴的话肯定都摇起来了。阮萧一阵无语，这算盘珠子都打到他脸上来了。陛下，您怕是比臣还要忙吧？阮萧面无表情。再说我家黎黎胆子小，不喜欢去陌生的地方。阿尔默想反驳，但是想起了那小家伙的样子，好吧，那真的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小的崽崽了。那元帅帮我带一封信给他吧。说着就要去找纸笔，阮萧都听懵了，这年头还有写信的，还现场写。算了，陛下没问黎黎的终端号，那他也不多说。不过陛下怎么和他女儿认识的？阮萧带着阿尔默的信和礼物离开后，阿尔默却并没有放弃诱拐的想法，他兴致勃勃地吩咐骑士长奥斯，你去帮我在阮元帅家旁边建造一座华丽的庄园，记得要把我搜集的宝石都放到里面去。虽然阮元帅不愿意把女儿交给我养，那小黎黎自己跑到我家来就没办法了吧？奥斯面无表情地看着任性的陛下，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第二天一早，黎黎睁开眼时，发现自己顺利恢复了人形，她开心地洗漱完毕，然后踩着小拖鞋下楼，就看见客厅里坐了两个人，一个穿着白衬衫，工工整整将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正是堂哥阮清然；另一个穿着短背心，露出完美肌肉线条的亲哥阮风四。黎黎肉眼可见的开心了起来，哥哥，他哒哒哒的从楼梯上跑下来，两个哥哥都挑眉看着他，叫谁呢？黎黎眨巴眼睛，小嘴吧唧了两下，又奶声奶气的喊了一次大哥哥，清然哥哥。然后他看向阮清然，清然哥哥，黎黎好想你啊。阮清然动作自然的将小家伙接了过去，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意，真巧，我也想你了。旁边的阮风四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多余，操，
怎么搞得他倒像个外人似的？他忍不住阴阳怪气：“阮清然，你不是有洁癖吗？这小东西刚睡醒，脸上说不定还有口水。”回应他的是阮清然在黎黎脸蛋上大大亲了一口。我们黎黎就是放屁都是香香的。然后阮清然成功的看着堂哥的脸黑了，他嘴角微微上扬，两个青年互相对视，气氛莫名的紧张了起来。被夹在中间的黎黎后知后觉，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好在这时候管家来了，看见两位少爷互相对峙的样子，不仅一点没担心，还乐呵呵的笑了起来。两位少爷是要打架吗？训练室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吃完了早餐再打。黎黎刚想松了口气，一听这话小心脏又提了起来。管家爷爷不劝就算了，还火上浇油算怎么回事呀？别担心，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小姐你习惯就好了。这怎么习惯呀？在黎黎担心的目光下，两个哥哥终于头破血流的停了手。大哥阮风四腿骨骨折，脑袋还在飙血；堂哥阮清然肋骨断了3根，左胳膊脱臼，但被他咔嚓一声掰了回去。阮风四同样面无表情的把骨折的腿给掰了回去，跟掰别人骨头似的，动作老熟练了。在场所有人就只有黎黎真心实意的觉得疼，他让管家拿来医药箱，小心翼翼的帮两个哥哥上药，还凑在两人受伤的地方吹气，精致的小脸皱成了个包子。大哥哥，清然哥哥，你们真的不要去医院吗？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的两人对视一眼，然后同时哼了一声。这种小伤半天就能痊愈，要不是为了享受妹妹的照顾，他们连药都懒得上。很快两人就被包成了2个木乃伊，嘴里却始终没闲着，连黎黎给谁多包了一块纱布都要争。就在这时，阮风四的通讯器响了，对面传来手下焦急的声音：“老板，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有个合同要谈？你不赶紧来主持大局，万一打起来我镇不住场子啊！”阮风四还没说什么，黎黎整个人都惊呆了，他睁大了眼睛真诚发问：“大哥哥，你开的公司是不是收保护费的呀？”噗嗤，一旁的阮清然听到这话直接喷笑出声，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医生，一般不会笑，除非忍不住。阮风四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你这小脑瓜都在想什么？突然他脸上闪过一个邪恶的表情，抬手将黎黎从沙发上拎起来就走。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带你去我公司看看。这下轮到阮清然脸黑了，这货怎么不按套路直接抢人呢？他掀开被子直接下床去追，最后就是3人一起上了阮风四的悬浮车，车上早就被管家放了粉色的小毯子。阮风四给黎黎绑好了安全带，然后一脚狂踩油门，整个悬浮车就以一种冲向地府的架势飞了出去。看着窗外飞快闪过残影的景物，黎黎眼泪都快下来了。没记错的话，哥哥踩油门那条腿刚刚骨折过呢。他咽了咽口水，小手软趴趴的打开了个人终端界面。阮风四单手控制着方向盘，瞥了小家伙一眼：“你在干嘛？”黎黎对他扯出一个超勉强的笑容：“写遗书发给爸爸。”片刻后，后座的阮清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阮风四的脸再一次黑了，好在一路有惊无险。到了公司后，阮风四换上一身西装，勉强有了大总裁的样子，就被手下拉去开会了。阮清然也换好衣服出来，笑眯眯地问黎黎想不想去海边玩。海妖玉生刚刚跟他联络过，邀请阮清然带黎黎去参观他的私人海岛。闻言，黎黎大眼睛刷得亮了，大海什么的，猫猫最喜欢了。玉生的海岛虽说是私人海岛，但占地面积却很广，还有许多黎黎没见过的神奇植物。岛上的大别墅里还有个空中游泳池。黎黎牵着哥哥的手走进那别墅，却看见一个红发少年正盘腿坐在沙发上，嘴里大声嚷嚷着：“上啊上啊，老子被你们这群人民币坑死了！拖后腿的蠢玩意儿，你们100%的是用脚在打游戏吗？”红发少年嘴上一顿输出，黎黎睁着圆溜溜的不明所以，然后耳朵被捂住了。别听！阮清然微微拧眉，那少年听到声音看了过来，顿时乐得直接从沙发上跳下来。清然哥，你怎么来了？少年一蹦3尺高，完全没了之前暴躁的模样。你哥没和你说？我哥给我打电话来着，但我忙着打游戏没接。咦，这是谁？红发少年玉欢看到黎黎，立刻惊喜的弯腰凑近，还想上手捏捏她软嘟嘟的小脸蛋。别闹，这是我小堂妹。阮清然敲了他一下，少年总算老实了些。等到玉生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自己那个网瘾少年弟弟，竟然没在玩游戏，反而跟个狗狗似的凑在小黎黎身边。黎黎妹妹，你在哪里上学啊？你说你爸爸让你去启明星学院，那是食草星兽去的学校吧？可是我看你这么小小一只，应该比食草星兽还要脆弱哦。小小一只，脆弱。黎黎顿时感觉自己背上被插了2把刀子。玉生嘴角一抽，不会说话就闭嘴。他走过去在弟弟脑袋上敲了下，然后走过去和黎黎打了召唤：“你好啊，小朋友，欢迎你来我的海岛，我带你去周围参观一下，坐我的车，我的车最拉风了。”玉欢又不死心的凑上来。几分钟后，一辆颜色超级骚包的红色敞篷车就过来了。黎黎妹妹挨着我坐，一路上玉欢简直化身小孔雀，一边给黎黎塞她最喜欢吃的小鱼干，一边讲解周围的稀有生物。看到那边在海里跳舞的半透明生物没有？那就是传说中的仙女水母，还有那株紫色花的藤蔓，那是变异紫藤，它的花枝可以用来做麻醉药，不过你要小心，千万不能靠近，不然会昏睡上一整天哦。黎黎嘴里啃着小鱼干，只觉得自己眼睛都不够用了。这时车子经过一棵变异椰子树，玉欢立刻来了精神：“哥，清然哥，咱们去多摘几个，给黎黎做椰子水喝。”黎黎忍不住伸手揪住自家哥哥的衣服，会不会有危险呀？哥哥可是刚受过伤呢。玉欢忍不住捏了捏他那软乎乎的小脸蛋，你就瞧着吧，那椰子树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很快车子停在了距离椰树50米的位置，可3人下车后没走多远，那椰子树的树叶竟是化成了匕首形状，刷刷刷的朝着3人的方向攻击。好在3人身手都不错，即使在密密麻麻的叶子刀雨下，也轻轻松松的躲闪了过去。然而车里的黎黎却是吓坏了，一双小拳头攥得死紧，生怕哥哥们出什么意外。就在黎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边的战场时，忽然车子的门被什么东西敲了2下，黎黎顺着声音看过去，竟然是椰子树叶子，活的，还在敲门。黎黎顿时人都吓傻了，睁大了眼睛想不明白。玉生哥哥不是说这里是安全范围
的吗？扣扣，车门又被敲了敲。李李只能庆幸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车棚升起来关好了，要不然现在自己是不是被捅成筛子了？被吓傻的李李一动不敢动，只紧张万分地盯着那敲门的椰子树。不得不说，对方好像还挺礼貌的。李李看看那边正在激烈对战的哥哥他们，再看看自己这边的，怎么感觉不一样呀？心里泛着嘀咕，他就看到那叶子缩回去了，还没来得及放松下来，他又来了。不过这次竟然还是带着礼物来的，那青色的圆滚滚一大坨，不正是哥哥他们要抢的椰子？李李现在真的是满脑袋问号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眼看那椰子树还在坚持不懈地敲门呢，一点也没有不耐烦。李李表情纠结了下，还是贴了过去，隔着车窗奶声奶气地和他打招呼：“你好，你是来找我的吗？”虽然隔着玻璃，他还是觉得对面应当是听到了，因为李李看到那树叶子乐得直抖，都快扭秧歌了。见状，不远处的3个哥哥都是大惊失色，这椰子树居然趁着他们不在旁边，偷偷跑去袭击自家妹妹。伴随着一声怒吼，阮清然第一个变成星兽形态，毫不犹豫地向着车子冲过去。那边黎黎还在轻轻抚摸着椰子树叶，一边小声跟他商量：“谢谢你送我的椰子呀，不过你能不能不攻击我哥哥他们了？”树叶摇摆了几下，也不知他听懂没有。突然一股强悍的精神力猛地劈来，察觉到危险的椰子树叶瞬间缩了起来，就算这样也被那精神力利刃削下来一半。他抖了抖枝条，赶紧溜了。惹不起，惹不起！黎黎手里还捧着一个大椰子，表情呆呆的，完全搞不清状况。哥哥，怎么了？玉生和玉欢也冲了过来，看到黎黎好好的才松了口气。然后3人看着满地的椰子也傻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3个辛辛苦苦半天一颗椰子也没弄到，怎么妹妹里反而冒出来这么大一坨？黎黎非常诚实的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阮清然脸都黑了，你是说那椰子树自己送上门，还不要脸的跟你蹭蹭，还恶心巴拉的扭着腰跳舞？黎黎眨巴眼睛，我不是这么说的，可哥哥这么讲，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来着。常识小白黎黎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变异植物极其危险，谁要是想他们身上摘东西，就算是等级最低的变异植物都能发飙，还从没听说过给谁主动送果子的，简直是能载入星际史册的奇闻。阮清然和玉生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暂时压下了心底的震惊。傻小子玉欢倒是没那么多心眼子，黎黎你太厉害了，这些椰子你想怎么分配？黎黎掰了掰手指头，我们有4个人，1人1个，剩下的做成点心好不好？软乎乎的样子成功把3人都给可爱住了。当即开椰子的开椰子，挖果肉的挖果肉，变异椰子的果汁浓郁清甜，还有消除疲惫的效果。黎黎抱着一个大椰子喝了个爽。那边阮清然已经端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椰子脆，紧接着是椰子糕、椰奶饼干、椰子奶糖。等到黎黎走的时候，小包包里被塞满了好吃的，还有玉欢送给他的许多漂亮珍珠，以及玉生送的娇绡。来时2手空空，去时满载而归。黎黎心里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回到元帅府后，他琢磨起了前世学过的一些小手工，折纸、做风铃，还有做中国结。他从新网上买了一些漂亮的丝线，就开始忙活了起来。这一忙就不知不觉过了3天。这天中午，他刚刚做好一个挂着流苏的中国结，一道突然阴影落下，黎黎扭头看过去，爸爸。刚才他还想着要把第一个作品送给爸爸，下一秒人就出现了。小糯米团子激动坏了，直接大着胆子扑进了爸爸的怀里。阮潇还穿着很正式的军装，明显是刚回来就急着来找女儿了。以前不论去哪里，他从来没有过这么急着回家。父女2个抱了好一会儿，黎黎才有些不好意思的放开了爸爸的脖子。你在这里做什么？阮潇嘴角微微上扬，抬手揉揉他毛茸茸的小脑袋。黎黎这才想起手里的东西，连忙献宝似的举起来，爸爸你看，这是我编的中国结，送给爸爸的。微风吹过，晃动的流苏格外美丽。阮潇有些疑惑，中国结？黎黎一拍脑袋，他忘了这个世界没有这种说法。想到这，黎黎有一丢丢难过，不过他很快振作起来，那个国家的一切美好都留在他脑袋里，他一定能带给更多人看，这是一种代表祝福的礼物。黎黎把中国结递给爸爸，一瞬间，阮潇感觉自己的心满满胀胀的。他的女儿怎么这么乖啊？阮峰4下班回来时，没看见妹妹第一时间来接他，居然还有点不习惯。当听到管家说自己老爹回来了，正跟小家伙一起在书房，阮峰4的脸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呵，还真是有了爸爸就忘了哥哥。而此时书房内，黎黎的确把哥哥忘了。雪白小一只的布偶猫猫，没骨头似的在爸爸怀里伸懒腰，小尾巴尖尖舒服的一翘一翘的。阮潇宠溺的看着打滚的小团子，明天带你去学校。黎黎闻言停下动作，唰的恢复了人类形态，有些紧张的抬头看向爸爸，别担心，就是先带你去看看学校环境，不喜欢就换。黎黎乖乖的说好，但心里还是有一丢丢不舍。去上学呀，那就不能和爸爸还有哥哥们待在一起了。门外的阮峰4转悠了好几个来回，到底没敢进去跟亲爹抢人，只能恨恨的回房间给手下打电话去了。老子心情不爽，你们也别想好过，都给老子去加班。第2天一早，黎黎发现他竟然是在爸爸脑袋上醒过来的，而且他们还到外面来了。爸爸还是星兽的形态，正围着庄园的大草原在晨跑。黎黎小一只趴在爸爸脑袋上，他能感觉到爸爸跑起来的速度很快，但自己却只感受到轻微的颠簸。阳光正好，刚醒过来的猫猫把自己摊成一张猫饼，躲在爸爸耳朵后面晒太阳，大大的眼睛里透着一股清纯的傻气。这种被爸爸带着奔跑的感觉好棒呀喵！然后他就看见了同样在奔跑的大哥。吼！前面白色麒麟虎的声音传来，黎黎听懂了大哥哥的授予，爸你老了，竟然跑得这么慢。这话怎么听都带着挑衅的意味了。阮潇却并没有生气，而是别有深意的看了自家蠢儿子一眼，不知道这货待会儿还能不能开心的起来。藏在爸爸耳朵后面的猫猫喊了声大哥哥，奈何风太大，他的声音根本就没传入阮峰4耳中。晨跑结束，阮峰4第一个冲进别墅，然后冲着跟上来的阮潇一通摆尾巴，爸你不行了，可比之前慢太多了，难得赢了他爸一回，这事儿他能和2个弟弟吹好几年。阮潇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耳朵一抖，藏在后面的猫猫就露出了小脑袋瓜。喵，大哥哥早啊！阮峰4傻了，不是，怎么还有这种玩法？嗷呜，他也好想顶着小团子狂奔。阮峰4气得想撞墙，深恨
问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好办法，感觉这几天痛失了好几个亿，可他又不敢跟他爹明抢，因为有小时候被揍怕的心理阴影，他就把这股气儿往别处撒，比如在地上刨了好大一个坑，黎黎变成精致漂亮的人类仔仔从别墅跑出来，看到正在刨坑的大哥哥，嘴巴张得老大，爸爸不好了，大哥哥好像发疯了，小奶音嗓门都比平常还要洪亮，软风四气的差点吐血，小东西胡乱造谣什么？然后他就眼睁睁看着黎黎被老爸抱了回去，他小时候被星剑砸过脑子，你别理他。吃完早饭我们去学校，作为第一个专门为食草系新兽建立的学院，启明星学院拥有强大的背景。阮萧牵着黎黎的手走向校长办公室时，卡瑞娜校长已经等在门口了。当初听说阮元帅要把女儿送到他们学校来，他还以为这位元帅是在开玩笑。众所周知，阮元帅是非常强大的食肉系新兽，那他的女儿不是他什么时候有女儿了？就离谱。他摆出专业的笑容看向走来的父女二人，同时心中暗暗提醒自己，作为一名教育者，一定要对幼崽保持耐心。然后他就被对面的小幼崽惊到了，只见黎黎有些紧张地抓着爸爸的手，不过还是很乖巧地开口：“校长您好。”卡瑞奈被蒙了下，身为教育者的内心却突然警惕起来。阮元帅，你应该知道的吧？不管是骗走还是拐走别人家的崽崽，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因为打死校长也不相信，拥有麒麟虎血脉的暴力元帅居然能生出这么软萌的崽崽。就在黎黎鼓起勇气要替爸爸说话时，突然下课铃响起，操场上一下子冒出来不少孩子，虽说都是食草系新兽，但也都顽皮得很。黎黎看到了一只比胖菊还大的兔子，正扒拉着一个石头玩具球酷酷的啃，还有个老师追上一只篮球大小的仓鼠，拎着他的后脚一抖，顿时就从他嘴巴里噼里啪啦的落下一堆玩具。黎黎的脑袋里瞬间冒出一个想法，那么大的仓鼠，他一只猫猫都不够给他一口吞的。他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一定要锻炼的大只一点。眼看校长还在不依不饶，这时几个年轻老师冲进办公室，不由分说把黎黎围了起来。你就是黎黎小朋友吧？我看过你在游乐园的视频，欢迎你来我们向日葵班。说什么梦话？黎黎当然是来我们玫瑰班。被挤到一边的校长都懵逼了，你们一个个的要不要这么不知前为？几个老师争着差点动起手来，最后还是向日葵班的露露老师胜出。他把脑袋上冒出的鹿角按了回去，然后温柔地冲黎黎笑了笑。老师带你去班里看看，我们班的小朋友都是很温和安静的。黎黎有些紧张地往爸爸身边凑了凑，他怎么那么不幸呢？就在这时，食草兽幼崽们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危险的临近，集体往另一个方向冲去，好些还晕乎乎地撞到了一起，然后没头没脑地打成一团。这也不能怪他们，阮萧身上散发的压迫感太强了，崽崽们本能的害怕。黎黎也唰的一下拉进了爸爸的手，小身子一下坐得笔直，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很安静乖巧，但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他那双干净的眸子里盛满了不安，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在他脑海中泛起。不行，不可以让爸爸担心。黎黎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恐惧，正要对爸爸扯出个笑，阮萧的脚步却是一顿，看向一旁的露露老师，抱歉，我女儿可能要再过几天才能来上学。黎黎的心猛地一颤，难道爸爸生自己的气了？他鼓足勇气抬起头，却忽然落入了一个带着冷香的怀抱。黎黎不要怕，不需要勉强自己。阮萧的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如果是熟悉他的人听见，恐怕都要感叹冰山融化了。露露老师连忙摆手，看着黎黎的眼神带着心疼，没关系，等黎黎小朋友好了再来。他见惯了不想上学，所以各种撒泼打老师的小朋友，忽然来了这么个乖巧萌团子，谁舍得说半个不字啊？回家后，阮萧火速联系阮清然，让他请来一位知名儿童心理学医生，以他朋友的身份上门拜访。黎黎已经比较习惯哥哥的朋友来做客了，然而诊断的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沉重。由于之前一直受到冷暴力，黎黎患有轻度的自闭症，一旦离开了亲人的陪伴，就很容易陷入焦虑和恐慌。闻言，阮清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想到了第一次见到黎黎时，小小的一只蹲在角落里哭得无声无息，如果当时他能抱抱她就好了。阮萧则根本没那么多想法，他的女儿想黏着他是天经地义，错的都是别人，他要那个女人为此付出代价。叮嘱阮清然好好照顾黎黎后，他就独自去了第一监狱。此时校园仪正被宿舍里的大姐头打，听到有人找，立刻眼冒绿光。当初他费尽心机偷走了元帅的基因，却没想到生出来一个那么弱小的星兽，最后想敲一笔钱还被抓了。不管来人是谁，他都要抓住这个机会想办法出去。然而见到从前朝思暮想的人，萧元仪立刻后悔了。阮元帅，您怎么来了？阮萧面色冷冷地看着他，我是来让你明白，你对黎黎犯下了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场由阮萧亲自上阵的审讯进行了4个小时。等他离开的时候，狱警打开审讯室的门，只见萧元仪已经被打回了原形，3米多高的狐狸被揍得出气多进气少。众人互相看了看，都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不过这事却瞒不过一个人，那就是星兽帝国陛下阿尔默。地宫内，阿尔默懒洋洋地趴在窗户上，修长的手指拨弄着挂在窗边的贝壳风铃，那是黎黎接到他的信后，在回信中给他附送的礼物。偷到元帅基因，生下孩子却不善待。阿尔默语调温柔，却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那个帮助他的黑市医生还没找到吗？你们去帮阮元帅一把。旁边的骑士团长奥斯低着头应下，心中却是有点感动，真是多亏了这位黎黎小姐，难得能让他们家懒散的陛下认真起来呢。此时的黎黎还不知道自己引起了多少人的关注。此时他正被大哥阮风四带到了郊外，心理医生说过，要尽可能让黎黎在家人的陪伴下多接触外人。于是阮风四就决定带着黎黎见识一下他最喜欢的运动。大哥哥，我们要从这里跳下去吗？黎黎紧张地缩在阮风四怀里，别怕，飞行翼可以
以带人浮空飞行，而且我有飞行证。谁知话音落下，李李更紧张了。可是就是因为你会飞行才危险呀，不会飞的人根本就不会来。他嘟囔的声音虽然小，但周围的人都听到了。阮峰四的朋友秦观直接哈哈大笑，你这妹妹怎么这么有趣啊？我说真不能让我抱抱她吗？阮峰四根本没搭理他，转而认真的把器材都绑好，然后拍拍李李的小脑瓜，要起飞了，相信哥哥吗？像那个，我可以写遗言吗？李李瘪着小嘴，他真没法违背内心的想法，怎么又是遗言？阮峰四的脸彻底黑了，秦观在一旁笑得打滚。不过等到被大哥带上天空，李李鼓足勇气睁开眼，然后被震撼了。放眼望去，高山树林变得渺小，他好像在大哥哥的带领下变成了一只鸟，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感受过的自由。好高呀，哥哥好厉害！李李在哥哥胸前小海豹鼓掌，显然他已经一点都不害怕了。一直到飞了好几圈落下来，李李双脚着地，还有些飘飘忽忽的不真实感。他应该是第一只飞起来的小猫仔吧？山坡上的风十分舒适，阮峰四干脆化身兽形，给妹妹当靠枕休息。因为受累的领地意识，其他游客距离这边最少100米的距离，不过这也没阻止众人往这边看。当然，他们的视线主要停留在那只雪白的、软乎乎的人类幼崽身上。那小东西也太可爱了吧，好小一只，谁跟我组团过去把它偷来？得了吧，我可不敢靠近那种大块头麒麟虎。姨他是在给他哥梳毛吗？还能这样的？就见李李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梳子，伸着小手给大哥哥梳毛，梳下来的毛毛不知道往哪放，索性就塞在了背带裤前面的兜兜里。一开始阮峰四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就舒服的摊成了一张伏笔，就连围观的人都开始眼馋了。天啊，看他把那些浮毛梳出来好舒服的样子。对，每次到换毛季节我都一舔一嘴毛。然而星兽族人根本找不到人给自己梳毛。老爸，那能揍死他们。老妈，那是比老爸还要凶的存在。至于其他兄弟姐妹更是达咩，看到就想一拳揍上去。呜呜，为什么别人的妹妹就这么可爱啊？一群星兽只能化身柠檬精，远远看着兄妹俩一派岁月静好。然而此时的网上却热闹了起来，原来一个知名主播也来玩飞行仪，见不少人都围着一个方向，他也好奇地凑了过来。随着他一起的还有身后的飞行摄像头。高清镜头下，网友们甚至比在场的人看的都要清楚。救命！谁把我从这个直播间救出去？明明只是梳毛这么无聊的事，我居然看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仔仔也太可爱了吧！有人组团一起偷吗？楼上的你清醒一点，看那只麒麟虎的样子，应该是阮元帅家的血脉。你有本事去偷一个看看。等那个主播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直播间的不仅没掉热度，甚至粉丝都涨了好几倍。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极力鼓动他走近一点，看得清楚一点。那主播咽了咽口水，在流量和小命之间反复横跳。高等级星兽的领地意识特别强，再加上对方疑似军方高层的家人，敢凑过去怕不是找死。犹豫再三，他试探着往前迈了一步，想着那麒麟虎既然任由小幼崽梳毛，应该是很好脾气的样子。哪知下一秒威武的白虎就昂起脑袋，一个凶厉的眼神向这边扫来。主播顿时吓得脚一软，跌倒在地。那边离离刚刚活动了一下酸痛的手臂。大哥哥的毛毛太厚了，他梳了好久，胸前的兜兜都要塞不下了，却被大大的虎爪往怀里一搂。好了，休息一下吧。阮峰四其实一直没睡，趴在地上不动也是为了让李李玩得开心。看着远处的人群散开了些，阮峰四这才满意的甩了甩尾巴。这时他的终端响了几声，是一个好友群发来的消息。阮峰四当过雇佣兵，群里是他和几个好友组建的冒险队伍，这算是他的副业。本以为他们又接了什么高难度任务，谁知刚一打开终端，却是扑面而来的八卦气息。队长，你搞什么？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老天，你居然允许一个小幼崽给你梳毛，一定是特效对吧？可恶！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幼崽？呵，一群没见识的蠢货。阮峰四正想把终端丢到一边，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这帮家伙是怎么知道黎黎帮他梳毛的？然后他打开了新网，就看到了正霸榜热搜的话题：宇宙第一软萌仔仔，阮元帅疑似有女儿，诚征仔仔最爱的麻袋颜色。阮峰四皱着眉将视频看了好几遍，然后动手将视频保存下来，扭头就叫人把热搜全部撤掉了，其他的视频和照片也如法炮制。网友们云吸仔吸的正上头了，突然就两眼一黑，人干事，我仔呢？我那么软乎乎的一只漂亮仔呢？卧槽，看得太入迷，忘了保存视频了。哪位好心人分享一下，就靠这个续命了。而此时还有另一个人，正一脸不可思议的捧着终端。第一军校中，阮灵安刚从训练室回到宿舍，就被舍友双眼放光的围了起来。不是吧，你小子嘴够严实的，居然有这种宝藏妹妹？什么妹妹？阮灵安一脸莫名其妙，然后他隐约想起来，之前他爸提过要送一个小东西去隔壁学校上学，还让他随时帮忙照顾。可后来他去打听过，隔壁根本没什么新来的转学生，他还以为他爸是忽悠他，就直接把这事丢在脑后了。难道他爸真的给他找了个后妈？想到这，阮灵安抓起衣服就回了家。学校1个月放假一次，但阮灵安已经很久没回去了。今天爸爸和大哥都不在家，李李正在院子里做手工，多亏了大哥贡献的虎毛，他又开发出一个新品种毛毡球。因为是第一次做，李李抓着一根戳针，小心翼翼地搞了好久，才弄出了个不规则的毛毡球球。阮灵安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背对着他坐在草地上沾了一身毛毛的小身影。你在搞什么？那不是阮峰四的毛吗？冷不丁响起的声音让李李一个哆嗦，拿着针扭头转身，噗呲一下，好像扎到了什么东西，可是他没觉得疼呀。李李咽了咽口水，一低头，他的针正扎在一条大长腿上。呜哇哇哇，我不是故意的。李李吓得手忙脚乱地缩回手，然后就看到对方的腿飙血了。对不起，我去给你找创可贴。说着他就要起身，结果被一把拎了回来。阮灵安随手抹了下腿上的血，并不将那点小伤放在眼里。你这小东西，就是我爸新带回家的小拖油瓶。李李歪了歪脑袋，
努力把眼前人和爸爸随口说过的几个哥哥的情况对应，然后试探着开口：“你是三哥哥。”阮灵安往旁边的小凳子上一坐，双腿伸开老长，显得那凳子格外的小。说吧，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报复你？他随手拿过旁边的戳针，在手上转了转，不如把你尾巴上的毛都剃了怎么样？黎黎惊恐地缩起了自己的尾巴，这个哥哥好可怕呀，脑袋好像都不怎么正常的样子。他脚丫子在地上磨蹭几下，转身就想要跑，结果才跑几步，尾巴就被抓住了。呜，三哥哥你快放手！黎黎疼得眼泪都飙出来了，小手还在不断拍打着阮灵安的手背，结果一不小心碰到了通讯器，不到3秒，对面的人就接通了。阮风四的投屏出现的那一刹那，三个人六目相对，是黎黎啊，怎么有时间给哥哥？阮风四原本带笑意的脸，在看到眼前的情况时迅速黑了下来。阮灵安，震怒的声音从虚拟投屏内吼出来，惊得阮灵安虎躯一震，他低头看了眼被自己抓着的某个小屁孩，黎黎也很无辜的看着他，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哦，你在干什么？还不快把叔叔放下？你是不是打他了？阮灵安1.9米的大个子，有9.1米的反骨，他抬着下巴，一脸欠揍的样子，打了又如何？阮风四咬牙切齿，眼里带着怒火，你给老子等着！黎黎赶紧摆手，大哥哥没有，三哥哥没打我。听到黎黎的话，阮风四这才放松了些，结果阮灵安又开始作死，不过我马上就要打了，我还要把他的毛都剃光。黎黎愁的耳朵都耷拉下来，三哥哥没救了，等死吧！果然，对面的人彻底脸黑了，留下警告的话就挂断黑屏，大概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了。阮灵安却是一点都不带怕的，把手里拎着的黎黎放下，还把管家给他准备的水果全都倒进了嘴里。黎黎揉了揉发痛的小屁股，又看了看阮灵安还在冒血的大腿，觉得三哥哥的脑袋可能真的有问题。最后他还是噔噔噔跑进屋，抱来了大大的医药箱，又紧张又担心的开始给阮灵安处理伤口。只要帮三哥哥包扎好，他应该就不会要剃掉自己的尾巴毛了吧？可是自己也不是故意的呀。此时的黎黎脸颊鼓鼓的，有点张牙舞爪的样子。阮灵安心中觉得好笑，他真的从来没见过连生气都这么萌的小东西。这时管家也跟着走过来，心想看来三少爷和小姐相处的也不错嘛。但是当他看到黎黎手上的血迹，顿时大惊失色。小姐，你的手怎么了？他连忙3步并作2步走上前，抱起黎黎，那叫一个痛心疾首。别怕，我这就叫医生来。说着不等黎黎开口，就拨打了一个电话。喂，是肖医生吗？我家小姐受伤了，赶紧到元帅府来一趟，要拿最好的。对，立刻马上，很严重。阮灵安看着那小东西傻乎乎的模样都无语了。管家，你是老眼昏花了吗？我怎么记得以前我们3兄弟打架把牙齿都打掉了，你也只是随便给我们喷了点药就完事儿了，怎么的？你这还双标起来了是吧？这时黎黎也把手上的血擦了擦。管家爷爷，我没受伤的，受伤的是三哥哥。闻言，管家也看向阮灵安，脸上也恢复了公事公办的表情。这样啊，那少爷您要不要回忆一下，从前你们一天打几10次，您觉得还有必要请医生吗？说完，他又掏出一块手帕，仔细的替黎黎擦了手，然后转身去通知医生不用上门了。临走还恨铁不成钢的看了阮灵安一眼，仿佛在责怪他居然弄伤了自己，还要害得黎黎小姐担心。阮灵安的伤刚包扎好，阮风四就带着一身黑气回来了。兄弟2个相见没有半分温情，反而活像仇人似的分外眼红。黎黎都还没反应过来，阮灵安忽然就翻过桌子跳了出去，直接和阮风四打在一起，滚出了别墅，然后变成2只巨兽互扇巴掌，那么大的爪子打得前院的草皮都被掀起来了。阮灵安的兽形是一头金黄色的狮子，一狮一虎打作一团，黎黎都不敢靠近，只有站在门口干着急的粉。大哥哥三哥哥，你们不要再打了，这是什么兄弟啊，比塑料兄弟还不如。大哥哥快住手，你再打，三哥哥就真成傻子了。现在黎黎已经十分确定三哥哥的脑子就是有问题，明明打不过大哥哥还要一直挑衅。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阮灵安抽空嚎了一嗓子，你才傻你个小傻子，然后又吃了阮风四2个大逼斗，那虎掌拍下去真的是啪啪响，抽的阮灵安脑瓜子嗡嗡的。然后阮风四熟练的在地上刨了个坑，黎黎有点懵，这是要干嘛？很快他就知道了，阮风四刨坑的速度特别快，随即叼着阮灵安的后颈皮就往坑里丢。不是喜欢动吗？我看你动不了还怎么打人？看着大哥哥熟练的把三哥哥丢到坑里，然后像买屎一样飞快的往里填土，很快就只剩一个狮子脑袋嗷呜乱叫。黎黎的表情有一瞬间空白，此时人类形态的他听不懂兽语，但不妨碍他从那狮子头的表情里看出他说的不是什么好话。但阮风四跟没听见似的，扭头用后脚撅了一堆泥巴过去，整个世界安静了。然后他颇为轻快的走到妹妹身边，抬起前爪恢复人形。走吧黎黎，咱们去吃饭。饭桌上丰盛的晚餐已经摆放好了，管家爷爷笑眯眯的招呼黎黎，家主今天应该会回来的晚一些，小姐先跟大少爷用餐吧，不必担心三少爷，他们兄弟很久没玩的这么开心了。黎黎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您确定这真的是在玩吗？吃饭的时候黎黎还时不时的往院子外看去，脸上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这会阮灵安已经呸干净了嘴里的土，院子里又时不时的传来嗷嗷叫的声音。大哥哥三哥哥是不是知道错了？阮风四淡定摇头，不，他在骂我傻逼，还说迟早会把我揍成猪头。黎黎果断继续吃饭，好吧，三哥哥还是继续埋着吧。吃过饭没多久，阮潇便回来了。黎黎一听到脚步声，立刻倒腾着小短腿哒哒哒的跑过去迎接，同时他也发现爸爸一进门，外面的三哥哥就没动了，一整个装死的状态。黎黎忍不住在心里偷笑，看来他发现了三哥哥的弱点呢。阮潇对于三儿子被埋在地里毫无意外，只是冷冷看了院子一眼，过2天来军团一趟，言下之意不是喜欢打吗？那就到他那里去打个够。阮灵安的大脑袋抖了抖，怎么回事？感觉他爸有点针对他，但是反骨仔阮老三怎么可能服软？他在管家的搀扶下爬出坑来，变回人形，拍拍身上的土，去就去，谁怕你啊？阮风四给了他一个看傻子的眼神，这蠢货等着挨揍吧。阮潇也没理兄弟俩的眉眼官司，而是转头看向黎黎，视线明显柔和了许多。法庭那边准备明天开庭，黎黎想不想去？黎黎抱紧
紧了手里的杯子，想了想，然后郑重点头，我想去。他明白爸爸的意思，那个虐待过他的女人，李李从来没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妈妈，在自己出生之后，哪怕她对自己有一点好，李李可能都会心软替她求情。但萧元一怎么也想不到，李李一出生就是有记忆的，记得她总是给她喝冰凉的奶粉、劣质的营养剂，甚至在她第一次变成星兽形态之后，愤怒的差点掐死她。这一切李李都没跟爸爸和哥哥讲过，但她不知道的是，阮萧已经亲自撬开了萧元一的嘴。这一次公开审判，也是希望李李能够跟过去的一切做个告别。这时阮灵安饶有兴致地凑上来，爸打算告谁？还有人需要他亲自出手，那人可真是幸运。李李攥了攥小拳头，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然后就被阮萧一把拎在怀里，走，陪爸爸去书房。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意外的是阮灵安也跟来了。阮萧和阮风四都没多说什么，但是坐上悬浮车的时候，阮灵安看着车内的布置，简直怀疑他爸是不是提前老年痴呆了。这些是什么？他指着车内的玩偶，还有颜色鲜嫩的软垫和小毯子，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合适的形容词。这时李李也被抱车上去，熟门熟路的坐在软垫上，正抱着猫猫玩偶看他。我还是去坐大哥的车吧。阮灵安无力的扶额，转头向另一辆悬浮车走去，然后再一次痛苦的差点撞墙。阮风四，你脑子被虎吃了吧？怎么比老爹那边还多？你俩是被那小丫头下药了吗？啊，我死也不要跟这些玩意坐一起。阮风四一脸凶相的斜眼看他，爱做做，不做滚。还有以后别在我和爸面前说这些，小心我揍不死你。看大哥这样子，阮灵安撇了撇嘴，真不知道那便宜妹妹有什么好的。然而他脑子里忽然闪出那小家伙一边含着泪花，一边给自己包扎伤口的样子。好吧，也不是一无是处。然后他又问起了昨天的问题，咱们元帅大人要告的到底是谁？阮风四淡淡开口，离血缘关系上的母亲。阮灵安一句卧槽牛逼冲口而出，这真是他意想不到的。说实话，在没回来之前，他还真以为自己老爸长了第二春了。叛逆如他，当然不想家里来个女人自己还得叫他妈，只是回家后却只发现了个便宜妹妹，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有些好奇，谁能想到呢？第二天就听说那女人被他爸送上军事法庭了，啧，有点意思。这时悬浮车已经到了法庭门口，阮家人依次下车，在长椅上坐定。这场法庭关乎元帅，哪怕阮萧不想，也注定会被外人关注着。很快2个被告都被带了上来，萧元仪穿着囚犯的衣服，带着镣铐走上被告席，他一眼就看见了坐在第一排被养的气色极好的李李，而且阮元帅以及2个儿子都坐在他身边。萧元仪眼睛顿时一亮，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抓住他的人，同时冲李李大喊：李李，我是妈妈，你快救救我，快求求元帅救救我！他表情有些狰狞，原本姣好的容貌在监狱生活的搓磨下，早就已经憔悴的不成样子。李李只看着他，抿唇没有说话。阮萧和阮风四同时抓着他的小手，给予他无声的安慰。阮灵安抱着胳膊翘着2郎腿，眉眼冷酷地看着那女人，从刚开始的求便宜妹妹帮忙，到后面见她无动于衷，便开始破口大骂侮辱起来。他的表情也跟着雪厉起来。他们阮家的人，就算只是私生女，也容不得一个外人来欺负。阮灵安抄起旁边的瓶子，朝着萧元仪就砸了过去，速度快得让人看不清。只听萧元仪惨叫一声，鼻子和嘴巴都流血了。哐哐哐！请原告家属不要扰乱法庭。被警告的阮灵安靠在椅子背上，很随意地哼了声，知道了。李李很意外地偷偷看了他一眼，似乎没想到他会出手。其实若不是阮灵安出手早了那么0.01秒，阮萧和阮风四也要动手了。他们2个看着萧元仪的眼神早就带上了杀意。在星兽帝国，因为孩子太能拆家的原因，想要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少，因此国家对幼崽是十分保护的。而事实上，即便是嘴上说着要把自己孩子扔了的父母们，在孩子未成年之前也是对孩子很照顾的，特别是母亲，自家的崽子自己打可以，但别人打就不行，相当护短。而萧元仪的情况就很恶劣了，不仅胆子大的偷到元帅基因，甚至还在孩子出生之后虐待他。当法官宣读口供的时候，所有人厌恶的看向萧元仪，连阮灵安都愣住了，然后面色有些复杂的看了看李李。最终萧元仪被判终身监禁，而帮助他操作的医生也被从其他星系抓回来，被判剥夺行医资格，监禁100年。等萧元仪被带走了，李李抿着小嘴巴微微吐出一口气，小脸有些白。阮萧和阮风四都拉着他的手没放，陪他安静的坐着。喂，你不会还对这种人心软吧？阮灵安有些欠欠的声音响起，要是对这种人都能心软，可别怪我瞧不起你。闭嘴！阮萧和阮风四异口同声，然而李李的声音也同时响起，我才没有心软，我只是……他抓着爸爸和大哥哥的手，让李李最不好受的是，萧元仪骂他的时候还骂了爸爸和哥哥他们，以及当众说出他精神力只有 F 级，他很担心会给阮家带来耻辱。阮萧一看他这小脑袋在想什么了，他抬手揉了揉女儿软软的头发，没人敢说我们什么，你只需要记住，你永远是阮家人。然而这个案子终究还是被传到网上去了，事关阮元帅的八卦，传播的速度简直比长了翅膀还快。你们听说没？那女人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盗取阮元帅的基因，就是那孩子太可怜了。听说他的星兽形态是什么残兽，而且精神力只有 F， 会不会是假冒的？我记得阮元帅一家的精神力好像都很强吧？等等，这孩子不会就是之前热搜上那个可爱团子吧？这么算来，她可是私生女啊，怎么会和阮家几个儿子关系那么好？不是吧，不是吧？反正我是不相信真有原配的孩子会喜欢私生女的。网友们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发散，但很快类似的话题就都消失不见了。很显然有人在压制这件事。等到李李回家之后刷新往事，事情早就被平息了。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是一则与爸爸有关的国家新闻。这个人好像有点眼熟呀，不确定。再看一眼，画面中爸爸一身军服，
走在一个黑发青年身后，黎黎突然瞪大了眼睛，这个不是阿尔莫吗？再看看下面的介绍，星兽帝国陛下携几位元帅伯爵等拜访海族王，陛下。黎黎抖了抖自己的小耳朵，阿尔莫竟然是这个国家的陛下吗？不过惊讶过后，他倒是有些恍然大悟了，怪不得阿尔莫会让爸爸给自己送信呢，这能不认识吗？不过惊讶过后，黎黎倒是没其他多余的情绪了，毕竟他认为他们以后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了吧。伸了个小懒腰，黎黎站起来走到窗台边，给自己种的几盆小盆栽浇水，其中有一盆名为繁星的花，这种花朵是银白色，还带着点天空蓝，在晚上的时候像是能够发光一般，很好看。黎黎无意间查到过这花的价格，也是相当好看，一盆繁星花拍卖价格2000万。当时看到网上的图片的时候，黎黎震惊的抱着终端跟自己房间这盆来回比对，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一模一样。黎黎都傻了，大哥哥送他的花怎么这么贵？而且据说这种花很难开花，因为这个世界的土地受到严重的污染。没错，又是那个 F 污染源，脆弱的植物在土地中很难生长起来，可自己才养了10几天，就已经冒出星星点点的小花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繁星呢？黎黎也搞不清楚了。不过都养了这么长时间了，继续养着吧。黎黎也没过多纠结，他继续点开终端，买了一些养花用的肥料，又买了些处理好的细藤，打算编藤球给自己玩。没有猫猫能拒绝球球的吸引，然而在这个世界，玩具球都是又重又结实，根本不是他一只小小的布偶猫玩得动的。毕竟对星兽崽崽们来说，不重不结实的玩具都跟纸糊的差不多。第二天收到细藤后，黎黎就迫不及待给自己做了一个漂亮的藤球，然后化身猫猫形态，拉着机器人小米玩了起来。阮家庄园的草坪很大，黎黎玩得十分开心，不知不觉就跑到了庄园的边缘。结果陪他玩球的小米一个不小心把球踢到墙外去了。对不起黎黎，我用的力气太大了，喵喵喵，没关系，我去捡回来就好了。然而围墙太高，他翻不过去，想要出去又要绕好大一圈。黎黎后知后觉地吐了吐舌头，等等，对面好像也是个庄园，和爸爸的庄园比邻而居，他要是过去的话，算不算闯进别人家里去了呀？黎黎你看，这里有个洞。忽然小米的声音传来，黎黎甩了甩毛茸茸的尾巴，踩着小步子走过去，扒拉开草丛一看，还真的有个洞，但绝对不会狗洞，因为狗狗没有这么小的，连小米都过不去，倒是能让他的小身体钻过去。黎黎蹲坐在那小洞前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探头探脑的往洞里面看了一眼，立刻就看到他的球了。对面也是一片草坪，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才能隐隐看到一栋别墅的轮廓，而且还有一片竹林挡着，应该不会有人往这边来吧？那他去把球捡了就回来。纠结了2秒，黎黎还是小心翼翼的把只探了过去，只需要一下下，他把球拿回来就好。黎黎有点做贼心虚的紧张，几乎是小跑着蹭到自己的藤球边，然后推着球就想要往回走。忽然天空落下一道巨大无比的阴影，黎黎只来得及抬头看了那么一眼，一个庞然大物就落到了面前。喵喵，比爸爸还大，全身黑色，覆盖着坚硬的鳞片，尾巴有树干那么粗，正好挡住了那小小的洞口。他脚步落下的时候，黎黎甚至都被震动的微微弹了起来。他很是僵硬的抬头，然后对上了一双金色的，瞧着比太阳还璀璨的眼睛。这下黎黎都不是害怕了，他直接被吓得昏了过去。雪白的布偶猫猫肚皮一翻，直直往后倒了下去。阿尔莫也给吓坏了，他赶紧变回人类的形态，走上前将晕倒在地上的猫猫给抱了起来。他也是才搬过来，黎黎刚钻过来，就被庄园内无处不在热感应监控器给发现了。远远看到小家伙那滴溜溜的眼睛，阿尔莫就能断定这只小小软软的星兽就是黎黎，因为除了他，全星际找不到第二双如此清澈干净的蓝色眸子。阿尔莫本想来个霸气且华丽的出场，却没想到霸气是真霸气了，但直接给这小东西吓晕过去了。小家伙你怎么这么小，胆子也小？阿尔莫拖着黎黎的小身板，好笑之余又有点心虚。